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今天跟大家开封测试 M-Flow 安流电助力山地车。没什么比骑车更开心的事儿了，是时候咱们该聊聊这辆车了。M-Flow 中文名字叫安流，这是刚刚出现在高端电助力山地车系统里边的一个新的产品。在高端的电助力山地车里边，大家一般听到那种特别耳熟能详的国际大牌，像什么 Track 啊、Scott 啊，像闪电。那现在 M-Flow 又让我们多了一个大玩具的一个选择。M-Flow 这个产品呢，它是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它下边的电助力的一个电机，是来自 DJI 大疆的 Avinox 专门为电动山地车开发的一个超强的助力电机。这个电机到底有多好，我后边给大家讲。M-Flow 的这个山地车有2个型号，一个是 PL Carbon， 还有叫 PL Carbon Pro。PL Carbon Pro 是这个配件更高端的这个职业的版本，它有2个分支的型号，600瓦时的这个普通续航的版本，800瓦时的超长续航版本。在外观上看起来它们是一样的。您现在看到这个银色的车身呢是 PL Carbon。它是一个助力车，它并不像普通的电动自行车一样，一拧油门，拖着你就可以走。助力山地车就是说，它只是让你把你踩踏的力量给你放大，整个的力量的来源呢，就是来自一个小小的电机。这个电机呢，是整个电动助力系统的一个核心，来自大疆的 Avinox 电机的系统。它的重量只有2.35公斤，但是就是小小的一个电机，可以爆发出800瓦，瞬时可以达到1000瓦这个力量。但是我隐约记得这大概就是1匹的马力。1匹马力如果要转化成咱大腿能听懂的人话，就是105牛米，然后瞬间可以达到120牛米的力量。在目前市场上比较流行的电机，比如像 Bosch Performance Line 那个产品，大概可能输出的功率大概也就是80-90牛米。所以大疆这个 Avinox 电机，它的输出的力量要远比同行要大了一大块。电机有多有力量，这是一方面。那这个电机它在使用的时候是什么感受，这是另外一个方面。因为不光是说要把这个力量全部释放出去，而是说你在骑这辆山地车的时候，它如何让你腿蹬的力量和它传递到轮子的力量变得平滑，变得稳定，让你觉得非常自然和舒适。大疆就是把自己在做无人机时候积累的关于电控、电机还有算法等等的这些技术移植到电动自行车助力系统里边。作为电动自行车能给你带来多大好处，这样我回头找一个环境做一个测试，你就知道了。去了好几家这个自行车店，然后呢，发现当地的车店对于这个车兴趣非常高，真的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国产的玩具受到这么高的这个礼遇。最后店里老板说：“来，
进来，让我好好看这辆车。这可是在 Warburton， 就是一个特别流行玩山地车户外的一个地方的话，一个专门租这个专业山地车的一个店。这是标准的车店的 workshop， 一般都是前店后厂。这家老板特别好，然后说第一次去上这个车嘛，他说我帮你检查一下，保证这个车所有的胎压、所有的 suspension， 然后刹车都是 OK 的。就在澳洲骑车应当是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对不对？就是你会看到每一个喜欢车的人、骑车的人，包括其实这个修车的技师，都会在出发之前或者是每一段时间对这车作为特别精细的调整。但是我觉得这是自行车文化的一部分吧，就是说，善待你的车，让这个车用最好的状态来跟你配合。在车把上有2个小小的遥控器，无线控制、无线连接的。左边这个是用来切换你的骑行模式，在它这个系统里边有几个模式，一个是自动挡，还有一个是 Eco 档还有一个是 Trail 档，还有一个 Turbo 档。然后呢，你按下上这个按钮2秒钟就激活它这个 Boost 模式。这几个模式呢是用来面对不同的骑行的环境。自动挡就不用说了，这是根据你骑行的习惯它自动来切换。然后 Eco 档是属于最小的去介入你骑行的力量，然后呢它以这个让你保持长的续航为主。到了 Trail 档，也就是大家用的最多的这个档位，它最高可以把那个骑行的力量给你放大6倍。就是说，如果我要是输出100瓦的力量的话，它最高峰值可以给你放大6倍。到了 Turbo 档的话，那就是有点给劲了，可以放大到8倍。然后，如果你在骑这种山地的赛道的时候，忽然面前多了几块很陡峭的大石头，你需要去爆发力把它骑上去的话，它可以把你的力量放大。但是这个 Boost 档的话，它最多可以持续30秒。为了发挥这辆车的最大性能，我们请了一个专业的山地车骑手来测试这辆车性能。他叫 Andrew， 是 Ride Time 自行车店专门的山地车教练。我觉得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人选了。一辆能够爆发出巨大能量的山地车，再加上一个技术全面的骑手，我觉得光是看看就已经是非常享受了。整个骑行测试，安住是把自行车放在 Trail 模式下完成的。大家注意2点，第一点就是它的工作噪音非常安静，我觉得轮胎摩擦地面的噪声都可以盖过马达的声音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爆发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当有这种大的石头和陡坡的时候，基本上轻轻一给劲儿就能穿出去了。当然了，技术也得打底儿。Not pretty。看高手骑车真是行云流水，真是太过瘾了，我都想好好学学了。Andrew 在测试整个一段下坡路的全程的主观视角录像，我放在节目的最后的结尾，大家可以看看高手是怎么从上面一溜烟的下来的。除了动力强大的电机以外，这个19公斤出头的重量也是给各种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It's a fun bike. Do you think it's really lighter than the other one? Oh, well and truly. Yeah. Yeah. Feels like a normal bike. Normal bike. Yeah. But light, like 19 kilos for an 800 watt hour battery. I really like it. It's really light. Did you have fun? Yeah, I did. It was fu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bike? In some different category, right? In terms of power, from 0 to 10, what's your rate? Well, it's got all of it, so 10. 10. Okay. Very Much powerful. more power than just my legs. Okay. In terms of geometry, easy to ride? Yeah. Would rather a large. But The I think size. as far as a medium goes, feels really good. Yep. Even on like the chunky stuff, suspension seems to work really well. So No problem. Okay. Sure. In terms of build quality? Good. Yeah. I mean, it just looks like the same quality as all the other really high-end brands. So Sure. yeah. Yeah. Awesome. Yeah. So Like good cable routing, good cable guides.
Simple suspension design. Yep. Yeah, nothing too complicated. Okay. All right. If you want to upgrade or some modify of this bike, what do you got to do? The brakes. Brakes. Yeah. 今天我这头盔算是白戴了，根本轮不着我骑。我要骑的话，基本上也是救护车哔啵哔啵，就是推上去推下来，人把车推上去，担架把我抬下来。因为各个国家的这个交规的法规的问题，它像在澳大利亚的话，是到达25公里的这个时速的时候，它就会停止电机的一个介入。归根到底啊，这是一个需要自己骑的山地车，电动机呢只是让你少发一些力气，少流一些汗。作为一个骑行的山地车，它的几何和车架的设计比较适合于像澳洲这种有一点山地、有点沙石、上上坡坡、下下坡坡，在林子里乱转这种情况。前叉的行程是160毫米，然后呢，这个中间的悬挂的行程是155毫米，算是比较平均的一个车型。整个车架呢全是碳纤维制作做工的细节非常好，你可以看到这表面处理就包括它这个过线机构呢都是非常非常细致的。整个前三角和后这个三角都是全碳，传动系统都是用 SRAM 和这个 Magura 这个刹车，它是一个兼容性非常强的系统，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喜欢的零件放在上面。如果您是那种特别专业的骑手，您可以直接买它那个 PL Carbon Pro， 也就是说它的悬挂配置更高档一点。以我自己来看的话，作为中档入门来说的话，这套系统绝对是够用的。哦对了，轮组非常重要，骑行的时候原配的轮组是前29后29 2.2的这个怎么说呢？XC 的胎。你如果需要的话，你也可以把它的后轮兼容到27.5寸的这种小轮的轮胎。当然，在不同的骑行模式下边，它的电池的续航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最长的续航可以达到157公里。至于续航的这个情况呢，我后边要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测试。哇，这个遥控器用起来其实做工非常非常精致了，就是小小这么一点点，而且摁上的时候手感非常好，而且有很强的这个反馈感，还会给你有这个声音的提示，保证你不会误触。在这个右边是它的另外一个模式，遥控器，它是用来切换你一个显示屏上面这个显示模式的。它一共有4个页面可以显示，每个页面你都可以自定义，根据你自己需要，根据你自己最关心的这个参数，你可以自己来自定义。这个液晶屏是骑行者跟电机还有跟自行车之间交互的一个部分。这个液晶屏大家可能看着比较眼熟就是一个2英寸的 OLED 显示屏。是不是看起来挺熟悉的？这就是 Pocket 3上面用的那块屏，又大又亮喜欢触摸屏的朋友呢，绝对这是你能在市场上看到电动自行车里边最好的一块屏。这块屏呢是支持触摸，即使戴着手套的话也可以操作。这个屏幕上可以显示你现在所有的这个骑行的信息，比如像最常用的就是骑行的速度，包括你输出的功率、瞬时的功率，然后包括你现在骑行的模式。然后如果你要是自己有这个第三方的附件，比如像心率计比如像这种这个踏频计或者功率计，你都可以跟它连接上。这是一个很标准、很开放的一个系统。咖啡加车，完美的周末的早晨。好车不装锁，人在车在。AppNow 在 App 里边设置了各种安全机制，您可以用密码来锁定整个车的操作系统，另外也可以激活它的异动报警，当别人在碰你的车的时候，向你的手机 App 发出警报。我这块是我的一个伤心坡，以前脚欠，看这坡下边，下去看看吧，最后发现上不来了。就我那个公路基本上是这么说吧，11%、12%的话，我站起来能登上去，15%差不多你就登不上去了。一般来说
就到这种坡上，如果你要是从车上下来，不带速度，想再起来，几乎就没戏了，对吧？你只能是说，先把自己推上去，1、2、3，走，啊！直接给我推起来了 ，easy。哎，你看啊，我根本就没有站起来蹬，保持坐的位置上，轻轻松松，来。以前不，这是19%，看见没有？20，哇，依然端坐在上面，轻轻松松就上来了。这 turbo 确实啊，你看我出力差不多也就是100瓦。如果您是喜欢这种下石头下台阶的朋友，Ampflow 有一个特别实用的功能，就是步行推车，就是用这个电助力系统帮你把这个车从下边给推上来。只要按这遥控器下边这个键，然后你只要是长按，它就会给你一个后轮的助力，让你特别轻松的推上来。这个步行推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本身自己带这个电动刹车制动的功能，因为它可以检测你现在车的这个仰角。你看我现在我没有捏刹车，我手松开，车都不会往后溜。你看，如果要是解锁这个功能，你看车就下来了，但是如果我要是打开这个功能，你看车自己就停在这儿，然后只要往下按这个按键，它会启动辅助推车。电助力山地车这个骑行的体验还是挺神奇的啊！以前都是骑公路车或者像 gravel， 电助力车的时候，你会发现电机的怎么说呢？矿量非常小，基本上你看啊，我只要往前一蹬，它马上就 engage 就给上劲儿，你绝对没有踩它这个矿量。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在变化非常多端的这个道路上的时候，你发现这是没有任何虚量的，每一脚的力量都可以传递出去。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骑行的时候非常的怎么说呢，敏感，就是这个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踩的每一点点的力量，你都发现电机都会给你一个很迅速的个反应，而且这种迅速的反应不是那种咵嚓一下力量就直接出来的，你会发现很自然很顺滑。但是这种顺滑又不是柔软，就是该给的劲儿是一下能给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后边，在这个刹车片上有这么一圈金属的这个，像这个齿孔，这个是 Ampflow 跟这个大疆 Amnox 里边专门的一个很细致的这个设计，就是它可以很致密的频率很高的去检测你整个轮子转动的速度，还有它的一个输出的这个力量，然后它一共有42的一个齿孔，所以你每轮子转一圈，它都要检测42次，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效率高、准确性很高的一个系统。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一套这个系统存在，所以让你在踩踏的时候就给你那种很舒适的感觉。这个很没法意会，只能没法言传，不对，没法意会，只能言传。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今天带着 Ampflow 安流过来测试一下它的电池表现和动力表现。不是动力表现，是助力。我再次强调啊，这不是一个给油自己走的电动山地车。今天来这儿测试呢，是因为我对这个太熟了。这是墨尔本东边有一个自行车圈里边最有名的一个山路，名字叫1:20，你听名字就知道了，是一个长度大概7公里，然后抬升大概350米左右的这么一个持续的上坡的山路。在这里边呢，大家因为我每年都来，然后经常去了好几来，在这爬了好几10趟了，在这个山坡上的每一个坡道、每一个拐弯，我都很熟悉，所以今天来试一下安流，加上这个电助力之后，给我什么样的骑行的感受？从这边一路向上，7公里全是上坡路，放到 Turbo 档，避震全部都关掉 ，The Strava 打开，这是我以前的记录，25分07秒 ，Start， 我操！我
时速过了25，你会觉得自己需要用力去骑了。但是这个感觉不是说撞墙一样那种，过了25，咔嚓一直接就变重了，不是，它是还是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边界感，就是柔柔的边界感。它会很稳定的帮我把速度定在大概25、6的样子，就是不会是因为电机说到了25以后，不是突然啪 cut off， 而是还给你一点边界的这种缓冲，会很舒服。对啊，而且你看这个动力输出很均匀，双手撒把都可以很稳定的骑行。马上前面就是终点了，从来没有这么快上来过，OK， 这叫什么？作弊的 Strava 可以停了啊。17分22，骑行里程7公里，对啊，因为之前有200米嘛。然后时间17分钟然后心率146，已经下来了。你看自己没怎么使劲儿，心率就下来了。电量86%，也就是说7公里我用了14%的电是在 Turbo 的模式，它是属于电机就是参与的比较多的。我再骑一圈，看看它其他的表现怎么样。这前面这块小屏我觉得做工质量都没问题，显示信息也都够。但是说实话，我自己不太建议你在骑行的时候去看这块屏。我觉得这块屏更多的是一个信息的，你骑完车之后的回看屏，因为它的位置对于骑行者来讲它太低了。我为了看这屏的话，我得把头低下去，这个时候我眼睛是没有余光可以看到前面的。回来了。怎么说呢？好玩，真的是好玩。就是说，特别是适合像我这种情况，从我们家出来开车40分钟。然后就是绵延数十公里、上百公里的山路，然后有柏油路，大多数是非铺装路。在这里边，如果你要是去探索、去敞开了去在里边去玩的话，真好玩，省了我大劲儿了。All right, dropping. Drop. Super fast track this one. Heaps of fun on a light bike like this. Popped up to the side, at the inside of the corner. Beautiful. Big gully jump. Love it. Now we've got the pedally section. It's not so bad on a bike like this. Holding speed really well. Fun. Fast finish, big jump off bend, beauty. All right, finish it off. Nice little rock out. Sweet. Here we are, bottom of Hey Hey Mama.
Food of champions. $1 a bar. Stacked full of sugar. Perfect cyclist treat.